今天也画一幅带瓶子的花，好不好？画一幅4尺3开的。来，咱们先构一下图。好，咱们来大概的构一下图哈，还是4尺3开。4尺3开是69乘以46哈，69乘以46，还是一样，找到中线的位置。好，我们上次那个瓶子在左边，我们这一次把瓶子画在这个右边哈，画在这个右边。这个瓶子我们还可以画一个座啊，底座，然后一朵花，看看这一朵花放到哪里好呢？好，一朵花就放到这里啊，一朵花就放到这里，稍微偏一点点啊，或者这里可以来一点点一些叶子或者枝干，就一朵花的。然后我们后面可以来一个什么背景哈，画一个灯什么的都可以，可以画一个灯。旁边这里有空间的话，还可以再画一点东西，比如说这里啊，或者是这里。这里如果有空间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画一些东西进来。后面啊，后面也可以再画一些东西，画一些，待会儿看情况，看这个空间感哈，看空间感。桌面啊，也是这里来一个桌面，可以来一个木纹的啊，这个是可以来一个木纹的桌面。这个灯的这个底座不要太高了，太高了，这个桌面太上了。大概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哈，大概这样子一个结构。来，颜色啊，颜色我们还没找到花，就说颜色。来，先把颜色2个字写上，咱们再来找花，好不好？找一朵漂亮的花来写上，好不好？我发现都喜欢这一点二乔或者是深色一点点的，是吧？看大家都喜欢深色一点点，那就这一朵哈，这一朵，大家可以一起来。好，我们今天就画这一朵哈。然后看着图片来，大家一起来分解哈，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。你们看到了什么颜色？这朵花你们看到了什么颜色，亲爱的家人们？第一个要用底色嘛，肯定是要用底色。我们这一朵花浅色部分啊，肯定是要用底色的。底色太白，好，太白加3绿加胭脂。好，颜色啊，颜色，牡丹红、朱砂，好，朱砂，大家都说朱砂，我们就用朱砂啊，写错了啊，刚刚。朱砂，还有呢，朱砂、曙红、胭脂、焦茶末、牡丹红，好，牡丹红、曙红、胭脂。胭脂直接墨吧，焦茶咋就不要了，直接墨吧，直接墨，或者是你们有颜料的黑色也行，直接用墨也行。用墨是一定要把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调色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现在开始调色。底色太白、3绿还有胭脂。好，这个3绿，还有胭脂。好，我们加水，然后调和。
调色啊，调3绿，还有这个胭脂。好，太白3绿胭脂，这个白色部分啊，白色部分它是基本上是非常白的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底色可以调浓一点哈，调浓一点，白色部分我们调浓一点点啊，因为这一朵花的白色部分特别白，基本上用到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。这个底色要调的跟这个白纸有非常明显的差别哈，还觉得还不够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加一点啊，不够的话再加点3绿进来。好，调的跟白纸有非常明显的差别。好，来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牡丹红、曙红。好，多挤一点吧，这颜色，因为这个红色部分很深哈。好，胭脂啊。好，我们先调一个浅色啊，先调一个浅色来看一下，调这个朱砂，调朱砂，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我看一下这个浅色部分啊。好，浅色部分可以这样哈。或者是调这个曙红，或者是调胭脂，浅色部分都可以，都可以啊，不一定说要调这个玫瑰红，直接调胭脂也可以哈。浅色部分，深色部分我们就不示范了啊，我们先从浅色部分，先画浅色部分，再画深色部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开始了啊，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一朵花，这一朵岛锦花二乔啊。岛锦好久没画了啊，是不是？准备4尺3开的纸，亲爱的家人们，4尺3开的。好，我今天又是用的这个练习的纸哈，练习的纸就是咱们的这个夹宣纸啊。来，我们对折一下，找到中线的位置，找到中线的位置。好，我们开始我们的这一朵花。好，画在这个，好，就画在这个中间啊，中线稍微往上一点点的位置啊，中线稍微往上一点点位置，我们控制一下花的大小，好不好？不要画那么大，圈一个圈。咱们就圈一个圈出来，圈一个圈，画小一点点啊。来，我看一下这个屏幕，咱们这个画面在不在屏幕里？
好，圈一个圈，咱们就画到这个地方好了。来，笔上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点这个朱砂，补充一点点朱砂，来加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一丁点哈，不要太多了，一丁点啊，这不是玫瑰红啊，牡丹红，说错了啊，牡丹红。好，这个画在这里。好，浅色的花瓣啊，然后笔尖再来沾一点点深色啊，沾一点点牡丹红，或者是沾一点点曙红也行哈。来，笔尖再来加一点点颜色。好，现在我们画的是浅色花瓣啊，浅色的花瓣的这一部分。花心在这里哈，那我们先画2个花瓣，就大概来定一下花心的位置啊。花心大概在这一块啊，花心大概在这里。对，你们如果说有的时候不好掌握的话，就先把花心定上啊，把花心定上，然后我们再沿着这个花心去展开其他的花瓣。来沾一点底色，然后调一点点朱砂，加一点点朱砂，可以加一点点胭脂来画也可以啊，直接用胭脂，笔尖上直接用胭脂来画也是没有问题的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继续来画这个花瓣啊，继续来这个浅色的花瓣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哈，补充一丁点这个胭脂哈，笔尖来一丁点胭脂。感觉这朵花还要加一个颜色啊，还要加一个辅助颜色，太青蓝的辅助颜色。咱们再来加一个辅助颜色，太青蓝啊，就是让这个浅色的，就想它的颜色层次更丰富一点的。咱们这个浅色部分再来一点颜色的层次进去，会更丰富一些，好不好？好，加一点太青蓝。好，来一点点这个，来一点朱砂，来一点点牡丹红，来一丁点胭脂哈，一丁点胭脂。这个是浅色部分，这朵花浅色部分很白的，一定颜色一定要调少哈，少之又少。好，再来加一点哈，加一点胭脂。好，笔尖要不停的每画一笔就去加一点点胭脂啊，加一点点颜色进来，一定要让笔肚上的颜色有这个深浅变化。好，好，这里往这里重叠这个花瓣，往这里重叠，可以回一下笔啊，有一些小的缺口里面可以顺势的回一下笔。好，现在笔上有一点点干，来，我们来补充一点底色啊，我们沾一点点太青蓝到笔肚啊。好，蘸了太青蓝之后，哎呀，这个朱砂一下加多了，加多了没事，我们加多了就多一点吧。把这个朱砂再调一下啊，调均匀了。来，再蘸一点点牡丹红，蘸一点点牡丹红，蘸一丁点胭脂哈，胭脂少加一点点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花瓣啊。
好，我们不一定按照这个真圆花去画，有的时候这个花瓣，觉得圆花的花瓣都很多相近类似大小的，那我们可以自己去变化啊。来加一点点胭脂哈，加一点点胭脂。好，加一点点胭脂。笔上的颜色总感觉还是有一点点深哈，有一点点深，颜色稍微多了一点点哈。再来蘸一点点胭脂。好像这个缝隙里面，我们还是要加深一点点啊。颜色也是慢慢会有一些变化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多调一点点哈，多调一点点太清蓝，多调点点太清蓝，然后直接调胭脂啊，直接调胭脂色。调了太清蓝之后，直接调胭脂色，底下花瓣稍微暗一点哈，让它有这个深浅，有这个明暗的这种感觉，这个花的这个灵动感才会出得来哈。好，这里加一层花瓣啊，加一层花瓣出来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哈，笔尖补充一点点胭脂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太清蓝，一丁点胭脂，到上面来我们要浅一点点啊，到上面就得浅一点点，不要都是一样的颜色。好，让它重叠。好，基本上这边的浅色我们就画这么多，就差不多，就画这么多。我们看一下要不要再加一个花瓣进来。好，这里加一个啊，加一个，但是它的颜色跟这边有区别，我们把这边也跟它差不多哈，让它不要相差太远，把这边也加蓝一点点啊，加的蓝一点点。或者是直接扫一点点这个笔尖这个蓝色上去，让它慢慢的过渡，不要突然就变蓝了啊，突然变蓝了。好，现在笔肚上有点干，咱们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哈。补充底色之后，我们调一点点这个朱砂，这边又调一点点朱砂，然后调一点点牡丹红。调一点牡丹红，这边也有浅色的，这边也有一些浅色的。好，朱砂再来一点点哈，再加一点朱砂，调一点点这个牡丹红，一点点曙红。好，这个是浅色部分啊，
笔肚再沾一点底色，我们看一下还要不要再加一点地方，再沾一点朱砂，沾一点牡丹红，沾一点点曙红，然后接下来这个可能这个稍微稍微浅一点点的深色，有的这个深色它不一定说每个深色都是特别深，有些是深与浅之间的这种颜色，深与浅之间的这个颜色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浅色的花瓣，让它花瓣里面掺插一些深浅变化，掺插一些深浅变化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把颜色调多一点，调多一点珠标，调多一点珠标，调多一点点这个牡丹红，珠标和牡丹红混合在一起，它的颜色又会变哈，又会变一个颜色。啊，朱砂和牡丹红混合在一起的颜色也是非常美，非常好看。但是一定要调均匀哈，不调均匀画出来的这个花瓣就不滋润，一定要调久一点哈。调均匀之后，调一点曙红，调一点曙红，笔尖来一点点胭脂哈，胭脂不要太多了，来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来一个深和浅之间的花瓣啊，深和浅之间的花瓣。不深也不浅的这个花瓣，好，这边也有一些深和浅之间的花瓣。好，笔尖沾一点点胭脂啊，像这些缝隙里面，浅色与深色缝隙里面的这些花瓣还是要稍微深一点点啊，深一点点。好，这里我们还可以再来一个深与浅之间的这个花瓣啊。好，这个浅色部分基本上就到这儿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要画深色部分了。深色部分我们要把笔肚上的这个底色去把它洗掉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要把它洗掉。如果说笔肚上这个底色太多了，我们画起来这个颜色没有办法调深哈，没有办法把它调深，所以我们要去把它洗一下，在洗水笔里面洗一下，洗一下，洗一下。洗的没那么干净也没有关系，不用要求说你把那个底色洗得干干净净啊，没有洗干净也没有关系哈。来，这个珠标还是把它加进来，因为这个反瓣里面可以用一点珠标，让反瓣稍微的浅一点点哈。珠标和这个牡丹红调和，珠标和牡丹红调和。当然控制一下水分，我现在觉得水分有一点点大，水分大了，家人们可以用这个笔，用这个纸巾这样去沾一下啊，沾掉一点点水分，一定要控制水分。怎么写的水分大了？如果你在调的时候，这个水分哈掉在这个盘子里，掉了很多在这个盘子里啊，调这个牡丹红，然后调这个曙红，然后笔尖蘸胭脂哈，笔尖蘸胭脂。我们现在这个颜色还不是说特别深，哇，这里是有一坨颜色在这里，不小心啊，加了一坨颜色，一定不要有一坨颜色在这个笔尖上啊。好，调好之后，我们开始画它的这个花瓣。那有一些花瓣可以很大哈，我们可以先画一个大一点的啊。来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啊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。好，这样子横过来一个啊，再来笔尖再来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我们再来一层啊。那本来这个实际上这个花可能没有这一层，但是它的花瓣层次比较少，那么可以自己去加哈。再来补充一点曙红。补充一点点胭脂，颜色一定要是笔肚上的颜色一定是要由深到浅，慢慢的渐变，千万不要把深色放在这个笔尖上啊，
到时候画成了一条线啊。这个花瓣的颜色不是说这里是一条深色的线，而是慢慢由深到浅，慢慢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哈，慢慢的渐变。好，我们再来画一些这个反瓣啊。来，这里一个大的，我们加一个小小的哈。来，笔尖上再来补充一点颜色，大的加一个小的，让我们有这个再来一个啊，再来一个长一点的啊，长一点的啊，不同哈，每一个花瓣都是不一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怎么再来一个啊。这里我看一下还要不要再来层次呢？不来层次也行哈，或者还来一个卷起来的啊，来一个卷起来的也行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这个牡丹红，补充一点点曙红，笔尖上补充一点点胭脂，笔尖上再来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个地方。好，先来一个啊，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哈，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。好，这边可以不要平行哈，尽量不要这些花瓣，尽量不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这个平行。你看这两个差不多平行，第三个花瓣我们是从这里出来了啊，从这上面出来，从它的瓣中央出来，偏一点点啊。好，笔尖再来蘸一点点胭脂哈，蘸一点点胭脂。好，里面可以多来一些层次，让它的层次显得非常多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点牡丹红。好，再来看一下这底下哈，底下这些花瓣啊，要怎么去安排？而底下我们在这个花里面啊，在这朵真实的花这里面，底下这些花瓣基本上已经看不清楚了。但是我们呢，我们在画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把它表达出来哈，要把它表达出来，就是可以画深一点啊，深一点，更深一点都行。好，这里面可以穿插、重叠哈，重叠穿插。啊，穿插这一花瓣可以更大一些，让它大小的一个对比关系。好，这个反瓣我们基本上画的这么多也差不多了哈，画这么多也差不多。好，让它感觉里面还有层次啊，里面还有层次。我们自己可以编一些层次出来。好，这个就是架子啊，这朵花的这个架子基本上就搭好了。这个缝隙里面，我们可以稍微补充一点点深色进来。这速度很慢，大家应该都能看得见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是补充正瓣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花心的地方，这一块啊，这一块都是花心的地方，看到了吗？这一块都是花心的地方。那我们接下来补充正瓣，补充正瓣的颜色要更深哈，要更深一点点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要更深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去补什么？补什么？现在我们要补什么？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在跟着这个节奏走。现在我们笔上是补什么？补水还是补底色？补水啦！我们现在是要补水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不要补底色了啊！补水，不然你再补底色的太白太多了，咱们这个颜色调不深。补完水之后，我们的颜色要调很多哈，要调得很浓。调得很深，调很深哈，颜色一定要调得饱满。我一直有的时候点评作业的时候就说大家颜色调得不够饱满，不够饱满就是你的颜色调少了。颜色因为颜色是这样子的，我们颜料你放盘子是不是很鲜艳啊？因为加了水之后它还是很鲜艳。那你调在笔上，你看着画在纸上很鲜艳是吧？但干了之后它会变淡，所以我们要尽量更深一点哈，更浓一点，它干了之后就不会变淡了啊。
你看我调了多少，一直慢慢往里加哈，一直慢慢往里加，要调的很饱满。如果调的不够饱满，你到时候去画，画完之后这朵花，你到最后干了之后它就发白了，知道吧？然后这个曙红也是一样哈，曙红也是一样，一定要调饱满哈，调饱满。然后胭脂也要调多一点哈，胭脂调多一点。笔尖上可以加一点点黑色，来可以加一点黑色，在这个边缘这里加哈，边缘这里加黑色的时候我们要调一下，哎，这个黑色不小心弄到这个笔肚，这里的话，这里不要黑色，你把它吸掉哈，不然你等一下画脏了就不好了。好，加了一点黑色，我们先把这个花瓣啊，这个花瓣基本上是这里最深的一个花瓣。好，加了黑色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点黑色。好，先把这一个正瓣先补上啊，这个正瓣先补上。这朵花可以画的很细致，你也可以画的很随意，就看自己。当然，我们在直播间肯定是给大家画细致一点，因为咱们直播间也有很多零基础的新朋友，都可以画的细致一点。画慢一点哈，先学习的话，你要先把花画好，不要着急。有些朋友刚开始就着急，不愿意去慢慢的、细心的去画这些花。你要做到心中有花，你就得多画、多写生啊。好，把这些缺口里面的正瓣先补上啊，缺口里面的正瓣先补上。来，在笔尖沾一点点胭脂，沾一点点墨，沾一点点胭脂，沾一点点墨。好，补充正瓣，笔尖在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去补上，小的地方你只能用笔尖去补，稍微出来一点点你就用侧锋，笔尖在前面一个花瓣的这个边缘走，笔尖在前面一个花瓣的边缘走，沿着前面一个花瓣的边缘走，可以把前面一个花瓣包起来哈，哎，你可以把前面这个花瓣包起来也可以。好，在笔尖蘸一点点胭脂，再蘸一点点墨，再蘸一点点墨。好，我们再继续来补充正瓣。好，侧锋行笔尖在缺口最深的地方，沿着前面一个花瓣去走哈，不要走太高了，不要走太远了，待会儿这个花控制不了大小哈。花瓣你不要一笔摁下去了，把它摁到这里来了，那这个花就控制不了大小了。因为我们这朵花还是想控制一下它的大小，当然可以往旁边再叠加一些哈，把它这个花瓣包住，后面的花瓣包住前面的这个花瓣的感觉。好，我们来继续来补充啊，继续来补充花瓣。好，这里来补充一个花瓣，沿着这个前面的花瓣的边缘走，看到吗？沿着前面花瓣边缘走。好，现在笔上差不多又有一点点干，但是可能还可以画几个花瓣，我们就直接补充颜色了，补充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曙红，补充一点曙红。补充一点胭脂哈，补充一点胭脂。来，笔尖上来一点点墨哈，不要太多了，不要太多墨，可能深色的地方就在这一块和下面这一块。这一块的话，我们还不要那么深哈，不要那么深。当然，离着花心越近的地方可以深一点哈。这里来补充一个小小的啊，小小的。好，笔尖再来一点点黑色，来一点点黑色。黑色要调均匀哈，先来点胭脂，再来一点黑色，不要直接来那么黑色。好，来把这个花瓣里面补上。来一点点黑色。
好，这里几个小小的花瓣里面补上一些正瓣啊，小小的里面补上一些正瓣，让它层次更丰富啊，更有层次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来补充一点点胭脂哈，补充一点点胭脂。我们现在不补墨了，这几个花瓣我们就不加墨了，不加墨了。但是颜色要比这个反瓣要深一点才行啊，所以胭脂要多一点点啊。好，这里就只能小心一点点去画。这个花瓣的话，就不要超过前面那个花瓣的长了，不要超过它了，到这里来就可以了啊，到这里来就可以。好，到这里来，然后再来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曙红，然后再来补充一点胭脂。把前面的颜色调得够饱满的时候，咱们的这个胭脂就很好看啊，很好看，不会灰，不会灰哈。这个花瓣可以加一点点黑色，这个花瓣比较大，笔尖上可以加一点点黑色。好像这些花瓣有一些地方补的话没有办法大笔一挥，所以还是要小心，小心一点点去补充。好，这个花瓣小心一点去补啊。好，我们加了一点水哈。好，我们来继续来补充牡丹红，补充曙红，补充曙红，再来补充胭脂。好，我们这里是不是要来大花瓣了啊？好，推点，然后再来推加点的这种方式啊，画出这个大花瓣。好，来回一下笔啊，回一下笔。好，这边的这个深色的花瓣，我们先画这么多，我们再看情况，可能还会要加一些浅色的吧，可能还要加一些浅色的进来，或者是直接画成深色的也行吧，直接画成深色也行，再来加一点胭脂。好，加一点胭脂，直接画成深色的啊。看这个花瓣怎么画才好啊？怎么画好？好，先画一个反瓣，然后再补充一点颜色啊，感觉是补充一个正瓣的这个感觉。好，这里再加了一个深色的花瓣啊，然后这个根部这里再加一点点深色进来。好，这一边哈，这一边我们就先这样哈，先这样，然后我们再来补充底下的这一块啊，下面的这一块深色的，趁这个笔上有的时候顺便去回一下笔啊，趁笔上有一点点深色，我们可以顺便回一下笔。来，再补充颜色。
补充牡丹红，补充曙红，补充胭脂。这个时候胭脂要很多哈，胭脂要很多，胭脂补多一点，然后再补黑色，黑色也要多一点哈，因为底下的花瓣更暗啊，更暗。好，来这些，先把这些缺口，把这些缺口里面啊，最深的地方啊，缺口是最深的地方，先把它补上。好，来先补充一个花瓣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，再来加一点胭脂，再继续再来加一点墨哈，再加点胭脂，再加墨。好，这个地方可以补充一个正瓣啊。这些花瓣先开始都不要画太大了，我现在都画的很小，因为也不知道这个花到时候不想这个花的话不想把它画太大了。好，然后把它这个后面的花瓣让它叠加过来哈，让它叠加过来。笔上要保持有这个有水分啊，太干的话是画不动的，特别是这种深色，越干越画不动。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墨哈，补充一点墨。好，把这个地方哈，补充一点最深的颜色进来。来，再补充一点胭脂，补充一点点墨。好，这个花瓣也可以稍微大一点点啊，出来一点点。好，这个反瓣里面再来补充一个正瓣出来，这颜色都是比较深的啊。好，你看这个深浅变化啊，慢慢的由深到浅的这些渐变，一定要体现出来。再加一点曙红，加一点胭脂，加一点点墨啊，加一点点墨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，来一个深色的花瓣啊，可以深色花瓣可以跟前面花瓣有所重叠。后面一层又可以再重叠。这个花瓣可以让它大一点点啊。回一下笔啊，有些地方可以顺便的回一下笔。花瓣一定要有这个大小的变化啊，颜色要有深浅变化。好，这个缺口里面再来补充一点点花瓣，补充一点点胭脂，补充一点点墨，补充一点点墨啊，补充一点点胭脂。好，这里来补充一点点啊。然后现在把笔去洗一下，把笔尖的深色去洗一下，因为现在不想要那么深的颜色。我们再调一点这个牡丹红，把笔尖洗一下之后，调一点牡丹红，调点曙红，调一点点胭脂。我们让这边的花瓣啊，有一点点啊，从这里穿插过来哈，从后面穿插过来的这个深色的花瓣，浅色里面穿插一点深色的进来。好，再来蘸一点点胭脂哈。好，浅色里面穿插一点深色的啊。
好，这个，然后再多加一点胭脂，多加一点胭脂，加一点墨，多加一点胭脂和墨。我们把这个花心这里用最深的颜色。好，花心这里用最深的颜色把它填上。好，再来一点胭脂，再来一点点墨。把这个花心最深的地方啊，好，这样子去按一下，把它挨着它的这些浅色花瓣，让它稍微均衡一点哈，颜色均衡一点点，不要直接。好，基本上可以了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哪里还不够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。颜色不够的地方可以再调整一下。好，把笔洗一下，看一下我们的浅色部分还要不要再加一点花瓣啊？浅色花瓣我们洗一下笔，把笔洗干净啊，把笔要洗干净，这个时候要洗干净。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多洗一下，洗干净。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再重新来补充这个底色。花头多大？花头，应该这个不大，应该就20来厘米，21、2厘米。一般估的是还是挺准的，估的应该没错。21、2厘米哈。来调一点点这个朱砂，一点点牡丹红，一点点牡丹红，不要太多哈，一点点曙红胭脂啊。颜色一点点哈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来一点点这个浅色的花瓣啊，当然是深浅，深和浅之间的这个花瓣，也不是太浅哈，也不是要太深。好，跟它这边又重叠。好，这个缺口我们可以直接留着这个缺口。这个缺口里面也可以再补充一点点钛青蓝，补充一点点颜色，让它来一点点稍微通透一点点的颜色进来。好，基本上这一朵花就差不多啊就可以了。我们还是把它画的这个不是说把它画的那个特别的。如果说我们画大写意，可以把它放得开去画，但是咱们在直播间哈，都是要慢慢一边讲一边画，每一笔都还把它画得特别清楚。好，我们来一点三绿，画一个花蕊哈。这朵花一定要加上花心之后，它会更好看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加上花心之后，它才会更惊艳啊。用三绿在这个花的基本上是中间哈，基本上是中间的这个地方。这朵花一定是要加上花心哈，它的惊艳才会体现出来。来一点点这个胭脂。花心也很重要，一朵花的花心画好了，也对这朵花来说要增添一份颜色的。大家喜欢这朵花吗？太白和藤黄调和的这个颜色来画花心。太白和藤黄去调和，如果太干了，你把笔去蘸一下水，不要特意去加水进来。就把笔去蘸一下水就可以了啊，
沾一下水，这个笔肚的少少的水分来去调和就行了，不要特意去加水进来。好，太白多一点，它会颜色会更亮一些。好，来画花心啊。好，这个花心我们加一下，花心加一下。花心也要沿着这个花瓣的这个形状去走啊。你看这个花瓣从这里翻展过来了，那这个花心也是一样，要跟着这个花瓣的形状去走。跟着这个花瓣的形状去走，它也有一点翻展过来，有一点翻展过来的这种感觉，像画这个小豆芽、小蝌蚪一样啊，去点。花心一般我们是分5组去画，一组组的，密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很密哈，不要让它很散。就你一看上去，它的这个花心都是散的，它就不好看啊，要有聚有散的这种关系。好，直接这样子密密的点哈，密密的。好，来扫一些这个小小的花丝，扫一点点花丝进来。然后这朵花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？是我们来散一些这个打散它的花心，就是花开到最后啊，打散的时候我们藤黄多一点点吧。就是花开到最后，它有的时候花心它会有一点那个花粉会掉下来，知道吗？花粉会掉下来这种状况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过？它是有这种状况啊，有这种掉下来的这种状况啊。就盛开的到很盛开的最盛开最鼎盛的时候，它的花心它有的时候会掉，花粉掉下来，那个时候也是特别美的啊。我们这个时候把它调稀一点点哈，加一点点水。因为太干了，你撒不出来，我们稍微加多一点点水，然后这样轻轻的去拍，水还是少了，水少了拍不出来，用牙刷会更好，用牙刷这样子刮一下，它的这个会更小。把这个花给，要不把这个花给遮住吧。花的外围的遮住一下吧，不然太多了。外围稍微遮一下，然后再去大胆的去拍。刚刚有一点不敢拍啊。好，这个心这里可以撒多一点点啊，然后把它拿开。拿开撒一点点在外面是没事的，就不能完全没有撒在外面。好，可以再撒一点点啊，再撒一点点，稍微稀一点点去撒，还是遮一下，有一点不放心啊，怕一下子撒的太多，把整个花都撒花了。
好，中间可以加一些啊，自己可以加一些，不够多感觉不够多可以加一点点进来。好，可以了啊，就撒成这样子可以了。要撒碎一点点啊，用小一点的笔撒碎一点点，不要撒的太大颗了。好，我们按照我们的构图。好，我们来先画几片叶子上来吧，叶子不要太多。好，先加叶子，然后我们现在来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，调一个画叶子。好，我们现在调的是这个嫩绿色啊，这个是画花剩下的颜色，我们就直接去用。这里有太清蓝，我们加点藤黄，加一点胭脂，就可以画这个嫩枝干。看这个花怎么长出来啊？可以从这里出来。好，再来一点点胭脂啊，再来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来一点胭脂。好，加一点点嫩枝干就可以了。我们再来加叶子哈，直接画这个，这个调的是这个墨绿色，花青加藤黄加墨调的墨绿色，然后笔尖蘸浓墨，笔尖调浓墨画叶子。好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哈，笔尖再来一点点浓墨。好，再来蘸一点墨绿，蘸一点浓墨。好，笔上可以蘸一点水，然后再蘸一点墨，这样子可以画一些比较淡一点的叶子。因为你不是说要每一组叶子都要那么深，可以画一组淡一点，蘸一点水啊，蘸一点水，然后笔尖去蘸一点点墨。好，画一组这个淡一点的叶子，让这个叶子有这个深浅变化。好，这里一组叶子。然后这里这一组叶子怎么画呢？这一组我们就画一组嫩叶哈，画一组嫩叶，就是前面的这个这个藤黄加这个太清蓝，加一点胭脂，画一组小嫩叶吧。好，就一组小叶啊，小小的这个嫩叶就可以了。不要太多叶子啊，不要太多叶子。那花的叶子有很多，那么不一定要把所有的叶子都表现在我们的这个画面上而已。好，加一点这个嫩枝干，加一点这个叶柄哈，加一点叶柄。我们画完之后再看情况再去加叶子。我们现在就画这么多叶子啊，就画这么多叶子。好，我们把笔洗一下，把这个画叶子的笔洗一下。好，我想来一条这个枝干，看一下怎么长出来。好，把笔洗一下啊，笔尖里面、笔肚里面蘸一点点浓墨，蘸一点浓的淡的墨，有浓有淡的墨。
好，这一条枝干啊。来整理一下，这没有枯笔的地方可以加一点点枯笔啊，用胶的墨、浓的墨扫一点点枯笔进来，然后把这个枝干再去整理一下。好，用干一点的笔啊，用这个散一点的锋去整理啊，不要直接画成一条很明显的一条线。好，加一点点水啊，笔肚里面。好，让这个枝干有一点这个抻插，加一点抻插的这种关系进来。然后待会儿后面还可以再加叶子，想要加叶子的话还可以再加，或者是不加也行哈，不加也行。好，加上一些嫩芽，用这个藤黄和用藤黄和胭脂，直接用藤黄和胭脂，加着这个嫩芽会显得更加嫩一些。好，加上一些嫩芽，显得特别有生命力。那我们勾一下叶茎哈，用这个黑色的墨。勾叶茎的时候啊，这种淡一点的叶子啊，不要用那么浓的墨去勾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个花瓶，那不一定是花瓶啊，是什么瓶子也不知道。那我们先来大概的画一下这个瓶子的一个姿态和形状。来，我们把它折一下，我看一下花瓶摆在哪里好。好，对折一下啊，对折一下，把这一边给印出来。那这个就标准一些啊，
这样子画这个花瓶就更标准。哎，太小了一点点啊，对折大一点点啊，对折大一点。好，这样的方法我们把这个花瓶给印出来。太大了，到这里来。好，把这个花瓶给印出来。这样两边就是一样的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这样的话就是让它两边一样，看到了吗？让花瓶两边一样的。好，我画一个口吧。好，这个底下是不是画的有点太小了？感觉。好，不要太小了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个花瓶。好，让它更稳一点啊。然后太短了，总感觉它没那么稳，不够稳。画一个底座吧。好，可以画细致一点。这个瓶子有一朵花，咱们把这个瓶子可以画细致一点，画成一个金色的，好不好？我想很多人肯定想看画这个瓶子，怎么把它这个金色的这种感觉。那要画金色的，要用金墨才行。我找一下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拿金色的墨水。没带呀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来编一些花纹吧。那这个没办法啊，这个金色的画不了，也要画呀。这个瓶子还是得画的。瓶子还是要画的。同样啊，两边也是还是要一样，两边要一样，我们对着它，对着的这个上边来。还是这种方法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来，还是用这种方法，尽量把两边画成一样的。最外边的一定要一样哈，其他的中间的有一点点不一样没有关系，但是呢，外边的这一层哈，外边的这一层一定要一样。
要对得上哈。好，中间就可以去编哈，中间这里可以去编。啊，中间的花纹咱们可以随意的编啊。好，这里中间就让它更密，密的地方让它更密，把这个花纹给衬出来。那待会儿我们没有金色，我们就只能选择其他的去代替了啊。好，这个是花瓶啊，这个花瓶的这一块。好，咱们来一点这个，用什么颜色？用绿色吧，绿色，用花青、藤黄、藤黄。好，用花青、藤黄还有绿色来做这个瓶子。我们先用这个头绿，来，我们把头绿挤出来，看一下头绿的颜色怎么样啊？先用头绿打一片底啊。这个瓶子它肯定不可能是一遍颜色可以的，用头绿浓一点哈，浓一点的颜色去画它是。太多水分的很容易晕色。好，我们用这个头绿先做一次啊，做一次颜色。边缘一定要画整，哇，这个我没画整。
好，先用头绿整个涂一遍啊。后涂它就不会晕色了。我这次金的颜料、金的墨水都没有带，所以要把这个瓶子画成这种金的这个质感还没办法。没有办法把它画成金的质感呀，我是很想把它画成这种金的质感哟。包括这个底下，就是这个底座的地方，特别就是这个底座的地方。来，我们加点墨啊，加点浓墨，把这个枝干。枝干这里接上来啊，接上来，接的有点多，这里把枝干这里接上来。好，我们再来继续啊，继续，先一步步的来哈。瓶子的话，我们再加一点这个花青和藤黄，花青和藤黄，来花青。花青藤黄，开始加的是这个头绿啊，头绿这个地方再来深一点，再来浓一点的头绿。好，花青和藤黄调和啊，花青加藤黄调和。要加一点点水啊，不然调不动，调不开。来，再加一点水，用笔去蘸一点水，同时可以把墨也调一点进来，把墨也调一点进来啊。完蛋了，这个笔上调的有点脏了。好，调点墨进来。笔根这里有一坨这个颜色，调一点墨，这个根部这里把水吸一下，如果有多余的水分把它吸掉。好，要让它慢慢的渐变啊，慢慢的渐变，不是一下子变绿，也不是一下子变蓝。好，这个时候笔上吸掉它，吸掉多余的。慢慢往下扫，往下扫哈。好，让这个瓶子慢慢的渐变。
好，再加一点这个墨绿色啊，把这个根部有些地方加深。好，根部这里也让它渐变啊，渐变，扫一下，扫成这个渐变的这种颜色，由深到浅，慢慢的一个变化。你看中间这一块就比较浅一点点啊。好，再来一点深色的墨绿。两边来一点深色的，咱们把这个瓶子的质感把它表达出来。是我很想画一个这个看起来很复古的一个瓶子，但是今天我们没有这个金墨啊，没有金墨，我待会儿想一下看用什么代替，用什么代替都不是说很好啊。好，咱们再用黑色的墨水啊，把刚刚那条线看不见的这个线再还是把它画出来啊。本身这里有画了一条线啊，线还是留出来。然后这里啊，上面这里也是一样。好，这个叶子这一块。好，这个瓶子的这个渐变的颜色，然后我们吸一下这个水分了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个花纹。这个时候就应该用金墨了，但是没有金墨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土黄色。土黄色是不是也没有？土黄也没有啊。没有土黄，我们来用这个鹅黄。来，咱们用鹅黄加一点赭石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来，用鹅黄加一点赭石。好，把笔洗一下，换这支，用我们的这支画花心的这支笔来画。洗一下，把笔洗干净，把这个鹅黄和这个赭石，调和一下。这就是一个土黄色，鹅黄和赭石一调和，它就变成了土黄色。本身是要用土黄色，要保持笔上尖尖的去画，画一个花纹吧。然后等它干了之后才去画，是不是有点像金色了？像不像金色这个颜色？
好，咱们画一些花纹。这个花纹就很随意的去编啊，编一个花纹。好，感觉这个瓶子上它有一块花纹，然后我们还要用太白，啊，太白，不对，太白也没有，太白有。好，我们来加一点太白。好，让它渐变啊，把水分擦一下，加一点太白，让这个亮的地方，好，把笔洗一下，把它慢慢的晕开，让它由深到浅。好，让它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。好，现在有点反光啊，反光，等它干了之后才能看得出它的效果。好，我们来点这个焦茶，我们先把这个
先把这个交叉，把这个底下这个，要调一下水吧，把这个整个染一次交叉色，整个加一次交叉色，然后我们再一层层的去找它的质感哈，再去找它的质感。好，先来一层交叉。先来一次交叉啊，我没有金色，因为没有金色，所以我们要用其他的颜色去代替。先来一次交叉是吧？一层层的颜色去把它的没有金色，我们去把它做成一个金色的质感，好吗？然后再来这个刚刚调的这个黄色，就是这个赭石和鹅黄调的这个颜色啊，我们现在用赭石和鹅黄调的这个颜色，不要让水太多了，我们去吸一下水啊，吸一下水。把刚刚画的这个花纹去走一遍啊。花纹用这个鹅黄和赭石调的这个颜色。鹅黄和赭石。好，现在我们是用的是鹅黄加赭石的两个颜色，就是我们要把它的质感啊，把它的质感，虽然说没有金色，本来这个是要用金色的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因为没有金色，当你们没有金色的时候，你就按照我这个调色方法去做哈。你们有金色吗？
来，再用这个交叉哈，再用交叉和这个黑色，加一点黑色进来，把最深的地方啊再加深一点哈，把深的地方用这个交叉和墨，深的地方用交叉和这个墨，深色更深一点的地方用交叉和墨啊，直接用墨可能不太好。用交叉和墨把这个深的地方好，有一些深的地方你就随便找一些地方哈，去找一些地方去把深的地方让它更深，这样子会更有质感。好，加了这个深色的墨之后，再来用交叉，把这些不够深的地方，比底色我们刚开始那层淡淡的这个交叉深一点哈，比墨浅一点的，再来找一些关系，再来找一些深浅变化。好，这样子它有深浅变化了。好，这一笔。好，这样子还继续啊，交叉，直接用交叉，浓一点的交叉，比最开始那边底要浓一点的交叉。好，比最开始那边交叉要浓一点的交叉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太白。太白里面加一点点这个鹅黄啊，鹅黄和这个刚刚这个鹅黄和赭石条的这个颜色加在这个太白里面啊，不要完全用沉的太白，好，再来把最亮的地方再来一遍啊。好，就是这个黄色啊，黄色和太白调在一起。好，这个黄色和太白调在一起的这个颜色，再来一遍啊，不用把它全部覆盖，边缘可以留一点，不用完全覆盖啊，可以让它透一点点前面的深色出来，让整个它是由深到浅的一个变化。好，还有这个点哈，中间的这个小点也是一样，来点一下，这就点一点就可以了，不用整个都画成这一样的颜色，慢慢让这个颜色的层次透出来。
好，这个金色的质感出来了吗？可以吗？质感出来了没有，亲爱的家人们？再有一些地方可以让它更白一点啊，把笔洗一下，用最白的，再来一些层次。本来这样子也可以了，其实这样子已经可以了，啊。提几个最白的地方啊。提几个最白的地方，这样嘛，质感更强一点呢。好，可以了。哎，对了，等一下啊，再来一点白色，少少的白色啊，把这个瓶子这里再加白一点。来一点点白色。好，让这个还不够白，感觉。好，这个质感更强烈一些。